你脑子里对《世说新语》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是不是初中语文课本里那些要背的文言文，考完就忘？要么就是一群魏晋名士嗑药喝酒，空谈误国，把国家都谈没了。或者你觉得那是文人雅士的风流韵事，小圈子的孤芳自赏，跟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发愁的普通人有半点关系？如果你的答案是以上任何一种，那今晚我用这30多分钟彻底打碎你的刻板印象。你如果这么想，就错过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也最通透的一本人性之书。他写的根本不是风流，而是一群被架在权力绞肉机上的顶级聪明人为了活下去而发明的各种精神逃生术。不信我给你说几个画面，你细听。第一个画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驾着一辆破旧的牛车，没有目的的信马由缰地往前开，车轱辘碾过荒草，发出吱呀的声响。眼前是无尽的黄土路，然后突然路到了尽头，悬崖绝壁，再无去路。这个老人走下车，对着绝路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像个孩子。哭完擦干眼泪，默默地调转车头，原路返回。这不是行为艺术，这是车骨的绝望。第二个画面，一个大白天，刘玲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在屋子里喝酒，没有手机，没有空调，只有一扇木门和透进窗棂的昏暗天光。这时客人推门而入，撞见他赤身裸体的样子，惊呆了。结果刘玲非但没慌张，反而慢悠悠喝了口酒，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把这间屋子当作我的窟子。诸位先生，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乍一听是诡辩，是无耻，但你品，你细品。第三个画面，蝉鸣聒噪的午后，洛阳城外竹林掩映的西边，一棵大柳树下，嵇康光着膀子，抡着铁锤，一锤一锤的打铁，火星四溅，汗水从古铜色的脊背滑落。这时权贵子弟终会带着大队人马，带着排场和仰慕来拜访，车马喧嚣，尘土飞扬。可嵇康头也没抬，依旧专注于手中的那块通红的铁，仿佛那声势浩大的车队只是一群文银。钟会站了很久，脸上挂不住，尴尬之极，正要转身离开，嵇康才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段对话没有脏字，没有提高音量，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冷的一次社交暗杀。这些看似怪诞的细节到底在说什么？他在告诉你，《世说新语》里记录的这群人是一群被时代判了死刑的聪明人。那个时代，战乱、瘟疫、政治清洗随时降临，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于是选择了怪癖，选择了言语作为最后的武器。这本书不只是古人的八卦合集，它是一份留给所有在极度高压环境下感到窒息的人的精神自救指南。所以如果你也觉得在这个极度内卷的时代，自己活得越来越像一台快宕机的机器，情感被掏空，灵魂被压扁，今晚让我们关掉大脑里的 KPI， 让这群魏晋疯子教教我们怎么重新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不正常的人。在解读这些怪诞行为之前，我们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看看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记住，任何你看不懂的行为背后，一定有一个你看不到的深渊。东汉末年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乱世之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是诗人的夸张，是现实。瘟疫以来，灭门绝户，司马家族为了篡权大搞特务政治，一句话说错，一个眼神不对，人头落地是分分钟的事。那是一个好人活不长，聪明人更危险的时代。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入室为官可能死，退隐山林也可能死。当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间密不透风的牢笼，你怎么办？于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人给出了一个看似荒诞实则血淋淋的答案：在这个世界发疯之前，我先选择装疯。
他们的躺平不是逃避式的享乐，而是经过精密计算的高度智慧的生存策略，用不正常的外壳来保护内心那个最正常的自我。先看阮籍的穷途之哭，我用电影镜头还原一下：暮色苍茫，野草萋萋，一辆老旧的牛车，车上坐着一个神情木然的中年人，没有目的地，没有方向盘，只是任由老牛拉着他往前走。车轮一路颠簸，终于声音停了，眼前是断崖，是荆棘丛生的绝境，无路可走了。那一刻，积压了太久的悲怆瞬间决堤，他扑倒在车辕上嚎啕大哭。哭的不是这条路，而是自己无处可逃的命运，是这个时代对清醒者的绞杀。哭完，他没有跳下去，而是平静地调转车头，再去找下一条可能同样会抵达绝境的路。这个场景跟我们今天的人生何其相似。你是不是也经常感觉到自己就像坐在一辆没有导航的车里，行驶在一片荒原上，努力看不到成果，奋斗换不来尊重，所有人都在说为你好，却从未有人问过你快不快乐。阮籍用他的眼泪替你喊出了那句藏在心底的疼，感到无路可走，不是你的错，是那个时代没有给清醒者留下路。当所有人都挤在同一条路上时，那个在路边哭泣的人，可能才是唯一醒着的人。再来看刘伶的裸奔，狭小的斗室，满地酒壶，刘伶披头散发，赤身裸体，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是在用最原始的方式感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那些闯进来的所谓宾客，代表的是这个世界的规矩、礼教和窥探的目光。而刘伶那一问你为什么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反击。他在说，我的天地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我不去你们的世界里争抢，你们也别来我的世界里指手画脚。今天你每天早上把自己塞进那套笔挺的西装，画上精致的妆容，挂上标准的笑容，去面对同事、客户和老板，那是装束吗？不，在某种程度上是枷锁。那些违心的迎合不是情商高，而是自我的阉割。久而久之，你可能都忘了，褪去所有社会身份之后，那个最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刘伶用他近乎荒诞的行为刺痛了我们的麻木。他在1800年前就告诉你一个扎心的真相：讨好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在一个较佳的地方彻底卸掉所有伪装。最后，我们不能绕开嵇康。柳树下，溪水边叮叮当当的铁锤声，是他抵抗世界喧嚣的最强音。为什么打铁？因为这是一项最纯粹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创造性劳动，每一锤下去都有力量，都有回声，这是他保持精神自由的锚点。当他最好的朋友山涛推荐他去做官，去接替自己的位置时，嵇康没有恶语相向，而是写了一封长长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里，他没有恨山涛，他恨的是那个企图同化自己的体系。他对朋友说出了最深情的狠话：我想守住我的本性，这是我自称的疏懒、傲慢、不涉经学，而你非要拉我去那个脏地方。这难道不是在今天不断上演的剧本吗？你被朋友推荐去高薪岗位，被父母安排所谓的铁饭碗，被整个社会推着走，这些裹挟着为你好外衣的压力，像不像山涛的好意？嵇康用这封绝交书告诉我们一个硬邦邦的道理：真正的成熟是敢于失去那些试图规训你的为你好。拒绝不是无情，是不肯把自己卖给一个你厌恶的价格。朋友们，今晚我请你再稍作停留，闭上眼睛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也曾因为不够合群而被指责，因为选择了人少的那条路而被质疑不够成熟，因为不想参加那些毫无意义的同事聚餐而被贴上怪人的标签？阮籍、刘伶、嵇康，这三个千古第一不合群的人，他们站在你身后，用自己的活法铿锵有力地告诉你，被当成异类，有时候仅仅是因为你的灵魂还没有在这尘世里低价抛售。好，我们刚刚说了他们如何装疯，接下来这部分是这本书最解恨也最实用的精华，他们如何骂人。
在魏晋，动刀杀人是莽夫，而且容易招来杀身之祸。但这些聪明人胆子不能被吓死，气不能不出，于是语言就成了他们在社交场上最锋利的一把匕首。他们把清谈变成了一种智力决斗，讲究反应速度、逻辑和境界的瞬间碾压。我把这种能力称之为情绪反击力。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在家庭里受了委屈，被人阴阳怪气、指桑骂槐，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气得浑身发抖，等到半夜躺在床上才一拍大腿，懊恼，哎呀，我当初应该这么说的。别自责，这门课真的没人教过我们。而《世说新语》里这些说话滴水不漏的人，他们的那套话术是在人头落地的时代用命练出来的生存本能。今晚我们不用面对砍头，但完全可以学几招护住在会议桌上、在饭局里的尊严。看第一个案例，孔融的基因重组是反杀。你对孔融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让梨，觉得他是个懂礼貌的乖小孩。错了，他长大后是言辞极其犀利的对人王。当时有个叫陈伟的太中大夫，阴阳怪气，当众说他小时了了。大卫毕加翻译过来就是小时候聪明没用，长大了不一定有出息。这很讨厌，对吧？他用过来人的姿态对你的未来做负面预判，让你没法反驳。你怎么说？说自己长大一定有出息，太苍白了。你看孔融怎么接的？他没有1毫秒的犹豫，直接回了一句：想君小时，必当了了。意思是，陈大夫，我小时候确实挺聪明，但我看您这副样子，我推断您小时候那一定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妙就妙在他没有进入对方的逻辑去辩论未来有没有出息，而是用对方攻击自己的配方原样奉还，熬了一锅毒药灌回对方嘴里。你不是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吗？好，你看起来这么蠢，那你小时候肯定了到极点。用你的逻辑推导出一个让你羞耻的结论，这才是最高级的反杀。记住这个技法，对付阴阳怪气最狠的方式不是争辩，是用他的逻辑推导出一个让他羞耻的结论。下次再遇到有人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可以笑着告诉他，前辈说的对，所以看到您我就知道年轻时候太气盛，老来会是什么样了。第二个案例是司马懿的沉默封印术。这里说的是后来的简文帝司马懿，他的清谈风格是直击要害的降维打击。有一次有人向他汇报鼠灾，非常夸张的请示，老鼠泛滥成灾了，是不是要大张旗鼓搞一场祭祀来求老天爷灭鼠？这个问题本身就在一个极低的格局里。你听司马懿怎么回答的？他没有讨论灭鼠该用什么方法，也没有批评下属大惊小怪，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鼠辈若实，何关人事？若虚，何用继续？意思是，如果老鼠真成了精能感知你的祭祀，那这种超自然现象是我们人力管得了的吗？如果它们就是普通老鼠，你何必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你品，你细品。他完全跳出了鼠灾这个具体事件，站在人力与天道的更高维度，一眼就看穿了问题本身的荒谬。你今天在会议上是不是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一群人为了某个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某个毫无意义的流程吵得面红耳赤，仿佛天要塌了。而那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往往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等所有人都说完才站起来，轻飘飘问一句：这个问题如果放在明年今天回过头来看，它还重要吗？这就是降维打击。不对等的交流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巨大消耗，真正的智慧是拥有拒绝回答那些根本不值得的问题的勇气和鉴别力。最后我们必须回到竹林，再看一次嵇康和钟会的那场巅峰对决。这一次不谈风骨，只谈技法。我们第一幕已经还原了，权贵钟会带着一大帮文人雅士，锦衣华服，浩浩荡荡地来找在西边打赤膊打铁的嵇康。这是钟会在炫耀他的权势、名望和圈子，就是要看嵇康反应。
只要嵇康多看他一眼，心态有一丝波动，钟会就赢了。但嵇康始终专注于手里的铁，那叮叮当当的声音像一道无形的结界，把钟会所有的喧嚣和炫耀全部隔绝在外，对他进行了彻底的视觉和听觉剥夺。直到钟会自己觉得无趣至极，面子全无，准备转身离开这场自导自演的大戏时，嵇康才开口问出那句千古绝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这不是好奇，这是最后一记补刀。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钟会，我知道你来，也知道你为何而来，但你的所有表演在我这里没有任何信号，我连看你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而钟会的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听起来不卑不亢，但他已经输了，他在回答一个不想理他的人提出的问题。这个场景对我们今天的启发是致命的。你的对手带着优越感来炫耀，同时在茶水间说你坏话，朋友圈里有人阴阳怪气内涵你，你怎么办？去解释，去对骂，你就进入了他们的节奏。嵇康式的回击是专注于你手中的那块铁，你的作品，你的核心价值，你正在创造的东西，用行动告诉他，他的整个世界在你眼里跟空气一样稀薄。当他发现费尽心机的所有炫耀都无法让你抬一下眼皮时，他就彻底输了。最高级的反击不是在别人的剧本里当配角，而是在你的领域里发光，让他的世界从此再也没有你这个观众。此刻你是不是也想起了那些让你深夜气得睡不着的瞬间，在脑海里不断复盘，想着我当时要是那么说就好了，别怪自己了。从今天开始，把《世说新语》当成你的语言健身房。你不用面对砍头，但你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尝试侵犯你边界的言语。请用这些句子护住你在会议桌上，在饭局里的尊严。学会了怎么说，还得知道怎么活。接下来这部分是要你回家，给你疗伤。我们来谈谈释怀。当魏晋名士发现仕途是一条死路，合群是集体堕落，活着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凌迟时，他们发明了人生活法的各种可能性。这不是逃避，是在一个无解的时代，自己给自己造一把通往精神自由的梯子。第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男人谢安。我们来还原一场史上最著名的情绪管理事件——淝水之战。背景是前秦100万大军压境，东晋生死存亡全系于谢安一人。他派弟弟谢石、侄子谢玄领8万兵迎敌。决战当天，谢安在干嘛？他不在军帐里看地图，而是正和客人悠闲地下围棋。棋子落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空气静得可怕，只有窗外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宁静，新兵用颤抖的手递上前线的加急战报，那张薄薄的纸片重如千斤，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客人紧张的汗都下来了。可谢安却像只接到了一张水电费账单，面无表情地打开，从头到尾看完，然后轻轻放在旁边继续下棋。客人终于忍不住声音发颤地问：弦线怎么样了？谢安抬起眼皮，语气平淡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只说了8个字：小儿辈，大破贼。我的孩子们把敌人打败了。整个房间凝固了，然后棋局结束，客人欣喜若狂地告辞。这时谢安才起身回到内室，就在跨过门槛的一瞬间，他压抑了一整个下午的巨大狂喜如火山般爆发，脚下一个踉跄，兴奋的一脚踢在门槛上，把木屐的鞋底都给踢断了。木屐齿咔嚓断裂的声音，才是他内心真正的地震。不是他不激动，而是他知道在外面他是整个国家的定海神针，眼神只要乱一下，身后的几万人就会塌一片。这不是教我们虚伪，是教我们一种极致的定力，在人生的赌桌旁，最后的筹码永远握在那个情绪最稳的人手里。喜欢可以在心，乱绝不可以限于行。第二个故事是一种极致的浪漫，来自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雪花静静地落着，压弯了竹子，世界一片洁白。王子由半夜醒来睡不着，推开窗看到漫天的雪花，心中一阵悸动，让人温了酒，独自喝着吟着诗。突然他想起了远在眼线的老朋友戴安道，那个念头一升起，就像野草一样疯长。他立刻叫来仆人说，连夜开船去见戴安道。你想想看，一个雪夜，一叶孤舟在冰冷的江上行驶了整整一夜，天地间只有船桨划破水面的声音和雪花落在斗笠上的声音。第二天天亮，船终于到了戴安道家门口，可王子由没有敲门，静静看了一会儿那扇紧闭的木门，然后转身说，回去吧。仆人惊呆，问他为什么。他说出一句照亮了整个中国美学史的话，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待？我乘着兴致而来，兴致用完了就回去，为什么非要见到那个人的？朋友，我想请你问问自己，你上一次纯粹因为想要就立刻去做的冲动是什么时候？我们现在所有行动的底层逻辑都被结果绑架了，读书为了考证，社交为了人脉，健身为了不生病，连旅行都是为了在朋友圈发动态。我们活得太有目的性了，目的到把自己活成了一张待办事项清单。这个故事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奢侈的事情，恰恰是那些无用的、冲动的、不求结果的浪漫。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当你的人生只剩下 KPI 时，你已经提前把自己埋葬了。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出走的最高境界，主角叫张翰。他在当时的首都洛阳做官，做得很不开心，那是个权力斗争的漩涡。一个秋天，秋风起了，树叶黄了，天地间有了肃杀萧瑟的气息。他站在异乡的风里，突然不可抑制地想起了老家吴中的两样东西，纯菜羹和鲈鱼块。那是一种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底的乡愁。然后他说出一句让所有营营役役者汗颜的话，人生贵的是一耳，何能积缓数千里，亦要名绝。人生在世最可贵的不过是一个顺心如意，我怎么能为了追求虚无缥缈的名声和爵位，把自己困在离家几千里的地方，受这份窝囊气？他当天就写了辞职信，命人驾车，不顾任何劝阻，回家吃鱼去了。是不是疯了？用世俗的眼光看，这是自毁前程，是任性，是没责任心。但他问了一个让所有现代人张口结舌的问题，你赚那么多钱，挤破头进那个圈子，忍受几十年的憋屈和压力，最终想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安心的不被打扰的吃一口饭，吹一吹晚风？如果我在黄昏的院子里，在家人的笑声中就吃到这口安心的饭，那我在名利场里当几十年孙子又是为了什么？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想明白了要怎么上去，而是想通了什么时候该下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立刻去做，就是最高级的成功。朋友们，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也很累，一边在内卷的浪潮里拼命扑腾，一边又感到巨大的虚无和无意义。你怕一停下来就被时代抛弃，但又真的不知道这么没命的跑下去，终点到底是什么。今晚请允许我隔着千年的时光，替谢安、王子猷、张翰给你的灵魂捎句话：人生不是单行道，如果那条主流赛道太拥挤，磨得你血肉模糊，你可以去造自己的独木舟，哪怕只是在一个周末的清晨，为自己或家人认认真真的煮一碗纯菜羹。好了，不知不觉我们聊了这么久，现在让我们从这片未尽的竹林和风雪中走出来，回头看这本被很多人误解为古人八卦杂志的书，到底给我们这群活在2026年里的疲惫灵魂留下了一些什么？它留下了软极的眼泪，那眼泪告诉你，当你感到无路可走时，放声大哭也是一种高贵的存在方式。你不需要任何时候都假装坚强。它留下了嵇康的铁锤，那叮当的响声告诉你，被庞大的系统要求同化时，去找到一个你可以全情投入的纯粹的事情，哪怕只是打铁，那也是你作为独立个体的顽固自主。
他留下了王子游的船，那艘在雪夜里无所畏惧前行的小舟，告诉你，在一个万事都问这有什么用的时代，过程本身就是目的，为了一场雪，为一个念头出发，就是全部的意义。他留下了张翰的鲈鱼，那碗热气腾腾的纯菜羹，告诉你，出走不是认输，选择下车也不是逃避，是对你内心最高级别的至诚与尊重。我们发现《世说新语》里没有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怪癖，自己的病，但这恰恰是他最伟大最动人的地方。他为历史收藏了100多种不正常的活法，并为每一种立传作注。在魏晋选择不正常，是为了在乱世中避祸，是一种被迫的自我保护，但在今天这个物质丰裕却精神复制粘贴的时代，选择守住你那一点点不正常，是为了护住那个还没被世界磨平棱角、独一无二的你自己。请你千万珍惜，珍惜你的社恐，你的沉默，你的慢热，珍惜你对某种看似无用的事物，比如草木、星空、旧书的深度痴迷，珍惜你在深夜里的无端愤怒和无端感动。那不是你的缺陷，那恰恰是你还没变成一个面目模糊的复制品之前的最鲜活的生命体征。《世说新语》不是史书，它是一个人对自己100个独特灵魂的致敬。他轻声说，你们不必都长成参天大树，你们可以是原上的一根野草，林间的一条溪流，悬崖边的一节枯木，甚至就是一片在风中肆无忌惮翻飞的纸屑。只要你还是你，你就配得上这世界为你写下的这首诗。最后我想说，在今天的时代，我们需要给自己的药方，或许不是一份新的 KPI， 而是一点魏晋风骨。如果你觉得今晚这30多分钟的魏晋魂有那么一瞬间击中了你心里某个最柔软最不想被人看见的地方，请在评论区留下一个字，执执子之手的执加治也是真挚的治，让我知道在这个喧哗杂乱的世界里，在这些冷冰冰的屏幕背后，还有一群和你我一样依然惺惺相惜，不愿对自己撒谎的人。也请一定点一下收藏，把这期节目当成你的深夜避难所。当你在某个清晨醒来，不想出门，不想面对那个嘈杂的世界时，点开它，让这100位魏晋先人隔着时空为你煮一碗热气腾腾的纯菜羹。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每晚10点，我们在这里用故事治愈你的灵魂。我是你的老友南河，愿你在内卷的时代里活出自己心里的那点魏晋风骨。关上手机，闭上眼睛，我们晚安。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屏幕前的你，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个时刻让你觉得不正常才是最舒服的状态？你心中的那块铁是什么？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在这里等你。